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其实我想问大家很久了，就是这个钱啊，在大家内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位置呢？从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啊，我就开始钻研怎么赚钱。我当时自己也研究了有一段的时间，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啊。就是钱这个东西，并没有因为我多看几本书而增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好像以前考试，书里面的内容已经很熟了，但考试就是考不好。那个时候就有点灰心啊，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赚钱这个东西嘛。但我身边的朋友都出去玩，然后他们就因为一件事，他们居然就提早成为了富豪啊！这件事我等一下会说。那虽然很心酸，但我可不能放弃啊！穷嘛，家里面的条件不算好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是不是我的方法错了？于是我就向那些我当时觉得比较成功的老板请教啊。于是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让我现在的收入都超越了当年的这些老板。在这里呢，我要夸一下我自己。我们团队做了一个后期的调查啊，就是品书会的很多兄弟姐妹们比起来找我之前有钱了好多。这个是真实的事件啊，不是我吹牛的。但是后来我就想，为什么通过品书会，他们跟财富之间的关系会如此的紧密呢？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边的道是什么道呢？很多人认为这个道是道德的意思，但其实我自己理解啊，我们常说的道意思是指某种规律啊，就是当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以后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一件事情，把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一种规律下面去实现，这个才叫做取之有道。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我发现当我们拼命的学赚钱，我们是不会赚到钱的，但如果我们学做人，那很快就会赚到钱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和财富的关系呢？或者说你这一生之所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财富值呢？以上的这些问题，今天这部影片你将会获得解答。我将会毫无保留的说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做人啊。其实这有点严重了，我也只是说一下我的感悟罢了。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我先讲这个让我觉醒的一件事啊，听上去很离奇，但是确实是在我身边发生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算蛮有钱的，然后在几年前呢，就是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说他爸叫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啊，就类似于一个会议，是一个招商会啊。然后他说，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招商会吧，看看能不能带给我们一些机会呢。听他爸爸说，那做招商的人呢，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在想，挺好的，那我就陪你过去吧，反正我正好也没有事。那个时候正好是暑假嘛，然后我就和他到了一个货运站。当我看到那边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就是在广场上面搭了一个雨棚，很大的雨棚，然后旁边虽然没有铜锣喧天，也没有鞭炮齐鸣，但是就放了很多这种假花，我们所说的假的花篮，然后把那个场子弄的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很漂亮。然后里面呢就放了很多长条形的桌子，每个桌子上面放了一个马甲袋，马甲袋里面呢是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然后当我们坐上去不久，这个招商会就开始了。有一个大哥走了上台，开始讲了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听啊。但是听了一段时间啊，我就觉得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我觉得这个兄弟的这种行为啊，就好像在洗脑。就是我以前不太懂商业的本质啊，也不太懂销售的本质，但我就感觉他好像有点过度的自信。我当时就不太喜欢这么自信的人，而且呢，我总觉得他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带有一些夸大性的言辞。他的这种表述吧，或者说这种价值观是我当时无法接受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不同啊。然后我听了一下，我就走了。我跟我那个朋友说，我去旁边酒店的那个大堂喝杯咖啡啊，你听完了以后呢，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就给我打电话吧。然后我就走了。当我这个兄弟听完的时候，他说这个项目可以做啊，他觉得前途非常的好，而且相对来说这个投资啊非常的值。他说你现在只要投6万美金就能够拿到这个公司3%到4%的股份了，就是原始的股份。
这6万美金我当时是可以拿出来的，因为我已经打了3年的工了，加上那些奖学金啊、网店的收入啊什么的。那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其实是一个物流的项目。这个项目我当时听起来还是蛮靠谱的，但关键问题主要是讲话的那个老板，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他所表述的那种方式，还有各个的方面，就跟我自己内心中为人处事的方式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脚踏实地的做人，堂堂正正的做事。这个东西呢，也是我的家训，是我父母传递给我的，是让我自以为好的做人态度吧。我就觉得那个在台上面讲话的人呢，就夸大了一些，或者说是带有一点煽动性吧。然后我就说算了，项目还可以，但我觉得这个人不靠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啊？就是当时我说那个人不靠谱，只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当时没有经验。几年以后怎么样？这件事情就让我感觉到很懊恼。为什么呢？就是几年以后啊，这个公司非常的值钱啊，值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当时的第一了，并且那个公司市值好像已经1000多个亿了。我那个兄弟呢，就是他的那个6万块钱，现在的价值啊，已经是非常高了。反正他单靠这个投资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了。嘿，当时我是非常的懊恼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富人和穷人家的孩子之间的差别啊。我的那个朋友6万块美金对他来说亏了，问他爸再拿就是了。但是对我来说，亏了就是白费了我几年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但是就这一次，他成为了比他爸有钱几倍的人，而我就只能看着那个招商的书，看着这个机会离我而去。我后来自己做生意，我才明白什么是销售的本质，商业的本质。这个招商会就是想融资的。如果那个在台上讲话的人连对自己的项目都不自信的话，那我们下面的人又怎么敢投呢？那个本来就是招商会嘛，本来就是鼓动我们投资的啊。那个人是在做销售嘛，是在销售自己的项目，销售自己的品牌嘛。那他说的话肯定是包装的比较美啊。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啊，就是一件好的东西，如果没有经过宣传和包装，那有人会买单吗？就拿方便面来说吧，我问你，看到一个牛肉面，里面有牛肉吗？有一些会有，但和包装图片上的是一样的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包装的图片里面的那个牛肉是一大块的，那个方便面里面的就只有一点点嘛。但我想问大家，好吃吗？我自己这个人啊，最喜欢吃的就是方便面了。这东西是不是有点夸张？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方便面的包装其实是欺骗了我们消费者的。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吃呢？因为便宜啊，煮起来方便，而且又美味嘛。但如果我问你，如果那个包装我换成是大便的图片，你还会买吗？我想还是会有很多人去买的，但是他们是带着挑战的心态去吃那个面吧，毕竟没有人平时有吃那个东西的习惯，对吧？所以我想带出一点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做人啊，不管你有没有钱，我们要看到事物的本质。简单来说，我只需要看到包装里面的那个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就 OK 了。但这是不够的，其实当时在我内心中有某些东西影响了我成为一个有钱人，因为这件东西是发生在我身上啊，所以当时的我就思考，为什么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投资成为一个有钱人呢？我发现了一件事，这个非常重要，大家留心听啊，是我的性格决定了这件事。我当初之所以觉得台上的那个人有点浮夸，有点理想化，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是因为我们对于未知有一种恐惧感，因为那个项目还没有成功嘛。就算我们看到了数据，这数据告诉了我们是能成的，因为已经在盈利了，现在只是缺资金把规模做大而已，我们也不敢相信。应该这么说，我们是相信的，只是我们舍不得而已，因为那个钱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嘛，这也是我们的辛苦钱啊。但如果我们是这样去思考问题的话，就是这种带着情绪去判断要不要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产品的话，我们投什么都只会亏钱的。投资之所以称为一门艺术而不是技术，就是因为技术很简单嘛。我们很多跟我一样的90后年轻人都因为投资股票而成为了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为什么？因为初生之犊不畏苦嘛。
投资的技术就算千变万化，但其实万变也不离其宗。拿股票为例，也只是看成交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而已，再多的技术指标也只是辅助。真正的让我们赚到大钱的是我们的性格，我们对于投资贪婪和恐惧的情绪控制。你去投资，然后你怕亏钱，你投什么？我这样说吧，今天就算我告诉你投资某股票是稳赚的，你还是不会去投啊？为什么？因为你怕被骗嘛。因为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人靠骗而生存嘛，所以我上面才告诉大家，要学会用心去感受这个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东西可不可靠，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蛮可悲的一件事，大家跟我一起用心去感受一下这件事啊，就是我们最常听到人家说，哎呀，钱财乃身外之物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意思就是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了。那我们用心的去想啊，就是能把钱财看得不是很重的人，只有2类人。第一类人就是没有钱，或者说已经失去财富的人，并且感觉自己没有能力获得更大的财富的人啊。这样的人呢，是比较恶心的。你是一个弱者，然后竞争不过人家，那你自己安慰自己就算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还觉得自己有资格说这句话呢？这句话不应该是从这类人的口中说出来的。就是我现在啊，基本上不会听一些比较穷的人说的话了，因为他就会恶心你。所以有的人私讯我，我都不会回他的，因为我就从他的文字里面看到他是个穷人。那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在那种人身上呢？我会直接删掉他们的私讯，因为我不想被一些弱者的文字影响到我的思想，然后分享一些穷人的思想给大家嘛。我认为啊，这钱财乃身外之物，这种有哲学的思想应该是要从富人的口中说出来的。大家等一下去搜一下，这马云之前在一次演讲说过，我对钱是不感兴趣的，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没有碰过钱。然后这富爸爸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为钱工作，对吗？就是这种富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他们工作就不是为了钱，他们投资也没有把钱放在心上。你要用这种心态才能吸引到财富。我们古人说的话都是有意义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家自己去品啊。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获得额外我们这边的富人思维，大家就一定要加入我们的财富自由品书会，让我们带着大家每周2天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读100本财富的书籍啊。我们带着你们去品，你们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听着去吸收，这我认为啊是这时代最有效的方式去洗掉我们穷人的血统。当大家加入以后，我们还有一个 Facebook 的富人精英群组，就是一个精英班的概念，里面都是学习的氛围。不过我们学的不是那些教科书的知识，而是学习吸引财富。然后我们也会交换任何赚钱的资讯、投资的消息等等。我们也将会不断的涨价，因为最近我们也举办了一个有趣的活动，就是让各位自由的在我们品书会里面拍片。我们会选出一些素人作为我们的代言人，然后我们团队将会研究，为他们投放资源做宣传，就是帮助大家迅速的成为网红吧。然后大家不是喜欢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吗？我们还有一个零成本的创业项目，由我本人告诉大家怎么去做。1个月的数据告诉我们已经有很多兄弟姐妹们因为这个项目赚到了比他们打工多出几个月的薪水了。我也会在里面挑选出比较出色的，然后私人送一些 iPhone 啊、MacBook 啊等等的苹果产品给他们。之后还会邀请他们成为我的左右手，带着他们去做我公司的项目。而另外还有一些我不会在 YouTube 公开的思维，因为毕竟有一些真相是肯定会冲击到有些人的价值观的，是不能对外说的，会得罪很多人。这些比较隐秘的思维我会不定期的讲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加入吧。那为什么我会说学会做人我们就能拥有财富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就是我以前去见了一个大师，然后他就教会我布施嘛，然后这个布施里面有一个叫做财布施的，我就问那个大师，我是不是要捐钱出去啊？那时候我没有什么钱，就是有一种不舍得。那个大师好像看穿我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不一定要捐出去，你也可以捐给你的父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把钱给父母，这也算是财布施的一种，但不是说我们给钱就很了不起了。
我们还要怀着尊敬感恩的心去给我们父母钱。君子不受嗟来之食嘛。其实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就是你跟财富之间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一直恨着你的父母，然后并没有办法谅解他们，或者说在我们这个内心当中无法去接受自己父母给予我们的这些，你就活在一个负能量的氛围下，你是不可能吸引到财富的。为什么有些人会过得越来越好呢？我发现不管是佛教、基督教，甚至是吸引力法则，都教会了我们一件共同的东西，就是感恩。就是说，有些人在选择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嘛，然后他们就选择了什么都不信。那既然大部分的宗教都教会了我们感恩，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相信这个感恩的力量呢？感恩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承认并且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张德芬老师遇见未知的自己对我的影响真的特别的大，他告诉了我事实是最大的，我们要向事实臣服。就是事实之所以称为事实呢，就是已经发生了，我们无法去改变，那么我们只能臣服。何为孝？孝的意思就是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有的人说我的父母对我不好，我不应该孝敬我的父母，非也。天下间确实有的父母很不堪，甚至可以用坏来形容，但是他给了你的生命，这是最大的恩德，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他没有给你生命，或者刚刚生下来就结束了你的生命，那么你就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机会。西汉的大将霍去病的父亲与平阳公主侍女私通，生下了霍去病，不肯承认有霍去病这么个孩子，医生也没有经过一天父亲的责任。但是霍去病功成名就过后，还是找到了父亲，给父亲买了房子，并且帮助他的后母培养了他们儿子霍光。有能力的大人物基本都懂得这个道理，因为父母给了你的生命，没有能力不懂事的小人物才会去怨恨自己的父母，不能看到别人的恩情，只看到别人的不是。孔夫子讲君子务本，本立道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去做那种不孝敬父母、喜欢犯上作乱的人、喜欢捣乱的人。我们要务本。什么是本？就是做人的本，孝敬父母，友爱兄长。原文的话就是这么简单，但我要给大家解读深一点否则就不过瘾。这孝敬父母、友爱兄长需要有成绩的，不是白说的。然后这个成绩必须要源自于做正事，也就是这个项目、做事业、做工作、赚钱养家，这才叫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而是你要做出实际的行动，你要勤快。比如你创业的时候有没有把业务做好，有没有一门心思的在赚钱，你有没有买房子买车，把自己的婚姻大事安排了，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好，不要让你白发苍苍的父母为你操心，这就是孝敬的实际行动。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长的人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打游戏，更加不会找借口不努力的工作，更加不会出现在父母需要钱的时候拿不出来的情况。也就是王阳明强调的知行合一，而不只是理论上的知道。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孝道，其实是一种伪孝道，基本就等于不孝敬父母、不友爱兄弟。这样的人，如果你在周围说他有责任心，他爱老婆爱同事，你就要小心了，他是骗人的，他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捣乱者，是一个奸恶之人，就是潜伏在你的周围，随时随地的会露出他的真面目。这个其实也是儒家的思想我们学做人怎么能跳过孔夫子的思想呢？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关于恐惧，孔夫子也曾提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你聪明，你什么都知道，你把天下间所有的道理都搞透彻了，什么都能看得透彻，当然你就没有疑惑了。你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什么经角之晃你都非常的清楚。人的言语真假你一听便明白，未来的趋势你一判断就准确。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你有如此的本事，当然不惑。这个世界上就算有这种神仙一样的人，但毕竟是少数，所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不可能明白所有这些道理的，不可能看透万事万物的。这个世界众说纷纭，到处都是专家学者老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处都是自相的矛盾，所以很多人就会迷惑了。那怎么办呢？
你找一个有成就的老师跟着学，他说怎么就怎么，听话照做执行，一般情况下错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毕竟他是有成绩的。等你把这个老师完全学透彻了，能够安心立命了，你觉得你已经全面的超越老师以及老师的所有学生了，你就可以找下一个更优秀的老师了。人最倒霉的是这也不信那也不信，谁也看不起，自己又搞不懂，成天疑神疑鬼，结果几年过去了，一点本事都没有学到手，没有办法安心立命，迷迷糊糊的。你要是把我这一段话彻底的读懂，并且听话照做执行到位，你就不会疑惑了。这就是知者不惑，所以我一直推荐大家成为 YouTuber， 就是因为这个大趋势嘛。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嘛，连小朋友随便拍点影片都能赚几个亿，那大家为什么不行呢？难道你们干不过那些小朋友吗？就没有这种自信吗？如果真的没有，就是参加一些课程啊，就找一个老师来模仿就 OK 了。我自己也参加了不少的课程，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把课程的链接放在影片的描述栏上，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加入的话，还可以用到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就是关于 YouTube 的基本操作，其实里面都有教学，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而关于这个人者无忧，人为什么忧愁？患得患失，没有未来，没有收获，惊魂未定，活不下去了，连基本的生存保障眼看就要没了，这样的人就忧愁。什么样的人不忧愁呢？做好自己的事情，一直在努力，踏踏实实的干。我都干得比所有的同行好了，我都没有饭吃，同行早饿死了，我还有什么忧愁的？人啊，不用忧愁未来有没有收获，未来还没有来，做好现在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做到了极致了，未来就不会差。现在的事情做不好，成天想未来也没有用。仁者是坦荡的，能够接受一切，也非常的努力。尽人事，安天命，有什么好忧愁的？得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失去的也是我们应该失去的。没有羡慕嫉妒恨，也没有惆怅若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看开一切，故而不会有什么忧愁。管得到的好好的管，管不到的想也不要想。这样的人就不会忧愁了。忧愁的人往往就是因为管得宽，而自己的事情却做不好。若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做到了极致，自然就会有收获。喜悦还来不及，哪里有功夫去忧愁？而勇者不惧，就是勇敢的人，按照大是大非，按照真道、真理、正理来行事。他知道对错，所以无惧。普通人是做不到不惧的，因为私利太多了，考虑自己太多，总是怕按照正道来做会被伤害，所以做不到不惧。儒家思想其实也是教人惧的，昏居不用理，你就赶快走，否则多说几句，掉了脑袋划不来。儒家思想从不会让你送命，而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不惧怕，要多谋划，然后才能做成事。这世界上当然有人不惧怕任何人，而且运气好还聪明，居然被他做成了很多的事情。这样的人我们只能佩服啊，勇敢啊！那些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维持正道的人就是这种人。但真正一味的勇敢而没有谋划，可能就会送命。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